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，美国会缓和与俄罗斯关系，终止俄乌战争。现在俄乌冲突进入焦灼状态，美国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建议：俄罗斯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等拜登总统输掉选举，特朗普接替他的位置，美国在乌克兰方向的政策将发生巨大变化，不再提供武器和资金，于是乌克兰就打不下去了，被迫终止战争，接受现实。我还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，不过这有一个前提，俄乌战争必须一直保持目前的可控状态，而可能打破这种可控状态的情况有3个。于是北约直接进场参战，或者美国绕开北约和联合国，自己带着几个国家进场参战，战争彻底失控。二是俄罗斯加大了打击力度，同时美西方的援助力度下降，乌克兰撑不下去了，提前结束战争。三是泽连斯基或因为被斩首，或因为被推翻，也会提前结束战争。按照目前的情况，这场战争还真可能打到明年，甚至后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想当年，两伊战争也是打了8年，阿富汗战争更是打了20年。俄乌战争将成为持久战，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。这也是3大要素决定的。第一，俄罗斯不垮，拜登政府不会罢休。但无论美西方怎样援助，也不可能让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接近和超过俄罗斯，那么乌克兰就根本没有取胜可能。俄罗斯却垮不了，那么战争只能持续下去。第二，即便是俄罗斯想停火，但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条件太苛刻，比如归还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全部备战领土，比如普京等人必须作为战犯被审判等等。这完全是战胜国才有资格提出的条件，俄罗斯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会接受吗？第三，俄罗斯的战略之一就是要做最坏打算，留着一手，防止美国及北约参战，所以不会投入大部分军力用于对乌克兰作战，甚至连战争状态都没有宣布。俄罗斯只动用最常规的陆军力量为主，甚至还组建瓦格纳雇佣兵团代替俄军作战，保存俄罗斯正规军的实力，打持久战，利用自身的火力优势，一点一点消耗乌克兰，直到把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消耗殆尽，甚至要把适龄打仗的男性都消耗光，最终让乌克兰彻底放弃抵抗。如此的话，俄乌战争真要打到明年甚至更长时间。特朗普在最近接受采访时，关于俄乌战争，他前前后后说了这些观点：必须制止这一冲突，这是一场灾难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还是人命问题，一切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。如果自己是总统，他会在1天内结束冲突；如果自己竞选成功，会在24小时内结束这一切，等等。特朗普之所以会这么说，那是因为特朗普的确不喜欢战争，他是美国这30多年来唯一没有在任期内发动战争的总统。他喜欢的是不择手段的经济竞争。特朗普的确很欣赏甚至崇拜普京，与普京可谓眉来眼去，还被希拉里以及民主党人控告他通俄叛国。他要是当选，显然会立即终止援助乌克兰。只要美国终止援乌，欧盟国家也会马上停止援乌，英国不至于傻到继续援助，因为英国现在本来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正在过河的泥菩萨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乌克兰怎么可能还会继续打下去？剩下的出路就只有接受现实，被迫停火了。所以拜登必须要竞选连任。如果他不参加竞选，即便是民主党别的人获胜，恐怕也不会继续拜登的援乌政策了，说不定两党都会对拜登秋后算账。看来我们还是看美国的大戏更好。特朗普无论胜败，美国都会呈现给全世界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